黑鬼大陆那个曾经和陈凡接触过兽骨嶙峋的老者，对着身旁一个身高较低的男人问道：“绝地傀儡的售卖情况如何？供不应求啊！”身旁属下有些感慨道：“已经加急和樊玉下了10万具绝地傀儡的订单了。”那就好。老者眼睛眯起笑了起来，已经开始盘算这笔生意自己能赚多少钱了。绝地傀儡他们大陆也需要，但主要是卖给一个名为鼹鼠大陆的大陆。顾名思义，这座大陆没有人，已经98%的区域已经被鬼物所沦陷，仅有2%的区域未被沦陷，被鼹鼠大陆死守，以免失去拥有这座大陆的归属权。鼹鼠是一种类似于地精的特殊种族，平日里主要在地底活动生存，而绝地傀儡的存在，大幅度提高了鼹鼠族的工作效率。其实一开始这项生意他也是有些迟疑的，毕竟鼹鼠族本就擅长挖洞，会购买绝地傀儡吗？感觉像是多此一举，所以一开始才试探性的下了一小批订单。但通过和鼹鼠族的交谈后才知晓，对方很喜欢这个商品，并且下了大批订单，那就没事了。这个骨瘦嶙峋的老者笑呵呵的整个身子突然朝后倒去，露出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小老鼠，手里抱着一个权杖，此时正笑眯眯的轻捻着胡须。是的，他的本体是一只黑老鼠，他们所谓的黑鬼大陆，就是由一批大黑鼠所占据的大陆。身为老鼠，和大部分都是人族所占据的大陆进行贸易的时候，自然要伪装成一个人类的外表，毕竟应该也很少有人类愿意和一只老鼠去交易乃至贸易。他们发展大陆的政策只有一个，那就是贸易，尽可能认识更多的大陆，在确保和平不起冲突的情况下，将各个大陆的特产卖到最需要的那个大陆，从中赚取一定差价，好来发展自己的大陆。就是可惜，他们大黑鼠繁殖速度不快，不如鼹鼠那般繁殖速度极快。另外一边，新大陆负责和黑鬼大陆进行贸易的商阁成员确定性的询问道：“异兽培养屋你们也要采购？你等我问下价格。”这个黑鬼大陆的老者此时正面色严肃的点了点头，但却难压心中的激动，先买一座回去，看下能不能解决大黑鼠的繁殖问题。毕竟也不清楚他们算不算异兽，如果可以解决的话，那就真是太好了。会说话的老鼠算异兽吗？吞噬完毕了。永业大陆江北防线，那先生站在城墙上拍了拍自己圆滚滚的肚子。原始大陆的碎片已经彻底吞噬完毕了，当然具体作用得晋升至3级大陆后才能发挥出来。吞噬原始大陆碎片，这是个大事情，我已经向上汇报了，只待永业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便会拥有正统性。陈凡没有讲话，只是抬头望向从高空中洒下来的丝丝金光落在他身上，而在灵魂深处的永业领主面板上则是再次缓缓浮出一则信息：吞噬原始大陆碎片，讲黑暗科技原点星号1。他又再次望向黑暗科技树，此时科技树已被他点亮3个图标，分别是增加鬼矿诞生概率增加10%，种植物的生长速度为100倍，和所有弹药消耗降低10%。这3个分别代表了经济、民生、军事，而想点亮第4个图标，必须将这3个图片的分支线路点满。只是看着密密麻麻的图标，陈凡低声呢喃着：黑暗科技原点获取极其稀有，这是可以提升一个势力底蕴的 buff 加成，大部分大陆能获得一点就不得了了，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全部点亮，甚至还有更大的可能根本就无法获得，又或是获得了无法使用等等。陈凡突然微微一愣，他反应过来个事情，黑暗科技原点是有实体的，是一个极其小巧类似于钢珠的银白色光球，这意味着这个东西是可以交易的。其二，大部分大陆获得黑暗科技原点后都没办法使用，只有恰好找到了含有黑暗科技树的岛屿后才能使用，这就意味着大部分大陆都无法明确这个东西的价值。那或许除了这个异兽培养阁之外，我再看看还有哪些需要的。新大陆1号据点城池的一座屋内，那个骨瘦嶙峋的老者正翻阅着手里的繁育商品册，而在对面，繁育商阁成员也在低头翻阅着蜀国商品册，这是黑鬼大陆势力的名字，名为蜀国。我看看，老者一边翻阅着手里的商品册，一边思索着。就在这时，咔，门突然被推开，陈凡拄着翡翠手杖，瘸猴紧随其后，当即将一枚玉简放置在老者面前。这枚玉简里所形容的商品，黑鬼大陆可有。陈玉主前来负责对接的这个骨瘦嶙峋的老者，面色认真的起身行了一礼后，才拿起玉简良久后，瞳孔里闪烁着复杂光芒，抬头望向陈凡。有，但黑鬼大陆这些年来仅获取2个，获取方式极其苛刻，且直白一点来讲，至今尚未鉴定出其作用和名字。凡玉知晓其作用，开价，陈凡也没解释，直接干脆利落道：这个我拿不定主意。老者停顿了一下后迟疑道：能否允许我和我们的蜀国国王陛下商量一下？可以。陈凡轻点了下头，望向老者手里的传音符，眼睛微微眯起，手指在背后不经意的轻晃了几下，瘸猴瞬间会意退了出去。紧接着，在无名山后山的一座20级信号塔，则是快速设定了3个新关键词：繁育、永业大陆、交易。随着这个老者传音符刚刚挂断的一瞬间，陈凡便从瘸猴手里接过了一张纸条，上面清晰的写着刚才窃听到是老者和黑鬼大陆联系的大致通讯内容。通过通讯内容能知道，对方虽然不知道黑暗科技原点是什么，但知道价值很高。不过黑鬼大陆不打算
藏着掩着，再高的价值也得发挥起来也才能生效。要卖，但是要卖个高价，能卖。在商量完毕后，这个骨瘦嶙峋的老者缓缓比起一根手指，面色认真且带着一丝恭敬望向陈凡。陈狱主，我们蜀国的报价是1粒100亿枚鬼石，这个价格或许是高了点，但比起获得它的过程，这个价格我相信并不贵。陈凡没有讲话。2粒黑暗科技原点，如果都给他的话，不但可以解锁第3个暗淡图标，还能点亮一条分支线路，他自然是想要的。只是这个价格得再谈谈，价格太贵了，除非如果用100年灵米来交易呢？老者突然面色大变，你怎么知道？这是蜀国的核心机密。黑鬼大陆的蜀人，他们虽然觉醒了智慧，但却有一个极大的弊端，那就是寿命只有3年左右。唯一能延长寿命的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服用灵米。只是灵米在黑鬼大陆一直是稀缺货，你们能有多少100年灵米？这个骨瘦嶙峋的老者眼里满是警惕地发问道。2吨吧，2吨100年灵米，换取这2个银色光球，如何？2吨，老者瞳孔骤缩，这还是他第一次见用吨这个词来作为100年灵米的单位。起身跑至角落里和传音符嘀咕了半天后，才重新走回来。好，国王陛下同意了，1吨100年灵米，换取1个银色光球，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不急。陈凡停顿了一下，继续道：这些日子的贸易，我觉得樊玉应该还是有点信誉度可言的。这批100年灵米已有99年，还有1年尚可彻底成熟。你要不先将那2个银色光球给我，我等这批水稻成熟后，将这批100年灵米一丝不少盛上来。先赊吗？披着长袄的老者微微一愣，随后才下意识地继续走到角落里，通过传音符联系自己的上级。正常来讲肯定是不赊账的，但一方面是樊玉的信誉度确实不错，另一方面是他们确实也很想要这批100年灵米。这次商量了足够久，久到这个极其瘦弱的老者身躯开始崩塌，紧接着露出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小老鼠，手里抱着一个精致袖珍且小巧的手杖，胡须泛白。陈狱主，希望我的本体没有吓到你。在完成这次交易后，我们来往会更密切，彼此也会更信任。在此之前，我希望我们双方能更了解彼此。这只老鼠有些歉意道。一旁的瘸猴和樊玉商阁成员们有些大眼瞪小眼的愣在原地，尤其是樊玉商阁成员，压根没想到和自己谈了这么久的人，竟然是一个老鼠，还是那种胡须泛白、皮毛锃亮的民间大耗子。无碍，陈凡轻笑着，没有太多意思。通过情报窃听，他已知晓了所谓蜀国正是由一堆老鼠所组成的国家，和他们人类不同的种族，像是觉醒了灵智的异兽，但却有数量规模，并已成了气候。好，这只站在椅子上的小老鼠有些微微诧异陈凡的淡定，但还是面色认真的沙哑道：陈狱主，王已经同意了其要求，可赊账1年，我们会先行送来2个银色光球，1年后樊玉完成正式交付，但需总共交付3吨100年灵米，多交付1吨作为延时的补偿。可以。陈凡起身笑着伸出右手，答应的极其爽快。毕竟在点亮了黑暗科技树上的第2个图标之后，所谓需要100年才能诞生的100年灵米，其实1年就足够了。这次交易结束，双方都很满意。半月后，陈凡低头望向手里的这2枚银白色光球，正是黑暗科技原点，终于到他手里了。毫不犹豫地点亮了第3个暗淡图标之后，他终于看到了黑暗科技树的3条分支，而分支中的一个通天柱图标吸引了他的注意。黑暗科技名称：通天柱射程加持，黑暗科技品级：无，黑暗科技类型：军事加成，黑暗科技效果：射程延长至信号塔范围内，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1点。陈凡眼睛微微眯起的望向面板上这行字，如今他的信号塔最高范围可达100万公里，也就是说，通天柱不再是一个大陆内的武器了，这绝对是史诗级的加强。随后他看向了民生和经济2条分支，虽然都挺想点亮，但他看见了军事这条支线上的第2个暗淡图标面板，是一个蘑菇云。天老爷，没有谁能拒绝得了一个蘑菇云。虽然他猜测这个蘑菇云可能和他认知的蘑菇云不是一个东西，但他还是想看看。在取舍了一下后，他最终点亮了通天柱射程加持这个黑暗科技，而他也终于如愿以偿的看见了第5个图标。黑暗科技名称：蘑菇云，黑暗科技品级：无，黑暗科技类型：军事加成，黑暗科技效果：通天柱可吸收城防建筑全力一击的伤害并储存，可储存50%的伤害效能，并在通天柱被启动时爆发出来，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1点。陈凡的呼吸在看见这个黑暗科技后，都不由缓缓变得急促了起来。简单来讲，他用20级天道炮对着通天柱轰一炮，通天柱可将50%的威力储存起来，然后再在拥有超长射程距离加持后，轰向100公里之处。这他妈是什么黑科技？简直是军事霸权了！而且也很好的弥补了想要天道炮轰对方大陆必须装在非洲上，却只能一次使用变周毁炮王的弊端。不行，陈凡牙关紧咬，必须想办法再获得一个黑暗科技原点。这个黑暗科技虽好，但他现在没有多余黑暗科技原点用于点亮了，必须尽快再来一个。而刚启程不久后的老者正准备回黑鬼大陆，在路上便收到了来到樊玉希望购买更多那种银色光球的消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对方显得很急迫，这足以证明那个银色小光球真的是好东西，至少对对方极其重要。但没办法，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个东西，也无法鉴定，与其一直放在手里，不如高价交易出去。他们大陆已经没有了，只能去其他大陆问一问了。他们也乐得如此交易，毕竟这对他们来讲也算是一个大买卖。永业大陆玄武城内，一个男童抓着爷爷的手，指向不远处矗立在平原上一
一个直通天空的柱子奶声奶气道：“爷爷，我想去天上看看。”“好，好，爷爷带你去。”身旁老者满脸宠溺笑着，牵起孩子朝那根柱子走去。这是樊玉打造的一个玄武天柱，直触天穹，没入云层，停留在柱子两侧延伸出来的平台，俯瞰整个玄武平原。只是今日不知为何，玄武天柱入口处并未如往常一样排起长队，而是被拉起了一道警戒线。数个身穿樊玉制服的成员正面色冰冷的双手背负在身后，拦住周围人群。官爷，这时老者挤进人群，望向一个面色冰冷的樊玉成员，试探性的询问道：“老先生。”这位负责维持秩序的樊玉成员摸了摸老头怀里男童的脸蛋，低声道：“今天上面来人视察，暂时不对外开放了，改天带着孩子来吧。”“明白，明白。”老者颤颤巍巍的道了句谢后，才将孩子放在地上，拉着孩子朝外走去。位于玄武天柱33层平台上的陈凡将下方这一幕全都收入眼帘，嘴角微微上扬，轻笑着没有讲话。他自然是乐于看见民间和谐的，这意味着他治理有方。他脚下的玄武天柱名义上只是玄武平原的一个地标性建筑，但实际上却是樊玉的第一次对外探索，对天空的探索。铜管可以一直累积，只要加以时间，就可以通过吊篮累积一个足够高的高度。正常来讲，从地面朝天上上升1万公里的高度已经进入外太空了，但这座玄武天柱的高度已经来到了1.4万公里，而这个高度竟然完全没有进入外太空，甚至还发现了一个隐藏信息，那就是20级信号塔的有效传音距离100万公里，是平面距离。当高度超过1万公里时便会失效，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距离地面1万公里高度的位置打造一座20级信号塔，让它的核导弹在1万公里以上的高度飞行，这样哪怕敌人有什么侦察手段也发现不了。当发现的时候，一切已经都晚了。随后他来到通天柱最顶端，陈凡望向四周风景，走至边缘处，稍微身子前倾看了一眼，这里往下能看见的已经只有云层了，根本看不见地表建筑。没多说，他打造了一座20级的信号塔，安置在这处平台。几日后，站在江北防线上正发呆的陈凡怀里的传音符突然开始嗡嗡发烫，是玄武城那边来的消息。在收到消息的一瞬间，陈凡眉头紧皱，没有丝毫犹豫，转身朝不远处的传送阵走去。一炷香后，陈凡再次出现在了位于玄武平原上的玄武天柱。就在这几日，玄武天柱已被修建至2万公里的高度，并且搭建了一个平台，他现在就站在这个平台上，只是此次联系他却不是让他来搭建信号塔。在旁边的铜管顶端，10几个身穿制服的樊玉成员正常式性的继续往高处搭建铜管，只是刚搭建上去的一根1米长的铜管立刻便化作灰烬消散。玉主，玄武城城主有些忐忑道：“你看这时。”陈凡眉头紧皱，看了一会儿后才挥手示意周围的樊玉成员退去，亲自重新制造了一根崭新的铜管，和最顶端的铜管所相连。他可以确定铜管没有问题，但眼前这一幕确实是他也不理解的。下一刻，他亲自打造出来的这根铜管也化作了灰烬，他有些不信邪，再次打造了一根崭新铜管，并且快速将其转换为虚幻铜管，但还是同样情况。内先生，陈凡停顿了一会儿后才刚开口，内先生便缓缓凝聚在身旁，面色有些凝重的沙哑道：“陈凡，你好像发现了一些了不得的事情，你再试试，能不能在这里打造信号塔？”陈凡眼睛微微眯起，在这处距离地面2万公里的平台处，再次打造了一座信号塔。然而下一刻，这座信号塔近乎上半截全部化作灰烬消散在空中。他看明白了，距离地面2万公里的高度是个限制，超过这个限制，一切建筑无法打造。他有些不信邪，当即挥手，再次原地打造了一门20级天道炮，安置在平台上，消耗了9000万枚鬼石，一发轰入高空中。下一刻，轰！炽热光柱如同神罚般从平台上轰向高空。这回他看清楚了，他看清楚头顶上空在如此攻击之下，缓缓浮现出一层淡金色的气边形光幕。当光柱消散的一瞬间，附近头顶上空的光幕同样缓缓散去，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2万公里，这是天地的限制，可以随意发展，但唯独不能超过距离地面2万公里的高度。这一旁的绝侯和玄武城城主眼中浮现出一丝震撼，纷纷愣在原地，感觉自己的世界观有些受到了冲击。他们想过很多种原因，唯独没想过是天地限制了他们继续向上探索。少爷，有没有可能是雷雨海域？没可能。陈凡摇了摇头，他可以很确定不是雷雨海域，只因他这一炮轰出去后，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上浮现出了一则面板：丁，你成为第一个接触到陨落天穹的玩家，成功触发成就直达天穹，奖励黑暗科技原点星号1。很久违的面板，至少玩家这个字眼很少见，这是第2次见。第1次见还是很久很久之前，他打造了第1座满级建筑，触发了成就快人一步。这是第2次，在距离2万公里的高度，是陨落天穹，仅仅只是接触便获得了黑暗科技原点，这足以证明此地的稀有性。内先生，陈凡眼睛微微眯起，轻声道：“你可听说过2万公里的限制？”完全没有。内先生摇了摇头，坚定道：“这个我可以确定，或许等永夜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后，我接收到更多隐秘消息后，会知晓这件事情。但现在我完全不知道。不过这个限制好像压根完全没有用，毕竟没有哪座大陆的建筑会超过这个高度。当然。”内先生停顿了一下，看了看脚下的玄武天柱，永夜大陆的除外。永夜大陆实在是太爱探索了，轰碎了上去看看。陈凡轻声道：“咋可能？”内先生无奈道：“刚才不是试了吗？一发20级的天道炮，也仅仅只能让那光幕掀起一丝波澜而已，这就够了。”陈凡笑了起来，没再说什么，而是转身朝一旁电梯走去，准备回樊玉。玄武天柱短时间内没有来的必要了，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全部信息。这个光幕固然
固然是他见过最强的防御，但毕竟还是掀起了波澜。能掀起波澜就意味着能受损，能受损就意味着肯定能击破江北防线。重新站在城墙上的将刚获得的一个黑暗科技原点砸在了军事支线上的蘑菇云科技，随后他才朝无名山后方走去。最近几日，通过冯奇亚大陆那边窃听来的消息，对方晋升3级大陆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3-5年内没戏，短时间内不会开战。他在想用天道炮轰开陨落天穹的得失，他不知道轰开后有没有好处，也不知道上面有什么，也不知道要不要应该轰开。如果有具体信息告诉他上面有什么就好了。他从怀里掏出问天铃，不抱希望的随意摇了摇，又塞回怀里。但很快，一则消息让他突然僵在原地。陨落天穹是原始大陆的天穹，在原始大陆碎裂后，天穹陨落，形成无尽天幕。倘若能破开陨落天穹，便可吸收原始大陆一部分的天穹，使无尽原始灵气顺着缺口洒在大陆，形成一批黑渊。陈凡停住了前进的步伐，看来轰碎陨落天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且看回答他应该只能轰出一个短暂的缺口，缺口不会一直持久。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是需要多少门20级天道炮才能轰出一个缺口。不知不觉在思索着，陈凡已经走至无名山后山，先将脑海里的这些想法放在脑后，试试核弹头版的通天柱。很快，一根由无数白色线条所形成的一根1级通天柱缓缓凝实，下一刻，轰！旁边一座20级的天道炮在经过短暂酝酿后快速启动，一道炽热光柱携带着不可抵挡之势轰向这根1级通天柱。黑暗科技蘑菇云没有限制通天柱等级，他想看看1级通天柱能否承受柱其伤害。这一道足以在大陆上留下满地疮痍的炽热光柱，在遇到通天柱时，宛如遇到天敌一般，被通天柱全部吸收进去，直至一滴不漏。陈凡默默地望向这根矗立在原地的1级通天柱，此时宛如太阳一般，散发着炽热的光芒，温度极高。1级通天柱也完全可以容纳20级天道炮全力一击。这是樊玉第一根携带核弹头的通天柱，要不是此时还没正式开战，他都想给冯奇亚大陆上扔一发看看效果。随后他又打造了一根20级的通天柱，并充能完毕。20级通天柱的满级效果是对非永夜大陆目标伤害提升2倍。至此，樊玉拥有了2个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然而，正当他准备开始在海域里试爆时，怀里的传音符响了，是来自冯奇亚大陆那边的急报。狱主，冯奇亚大陆的人刚才抓到了我们在城内的人，按上了一个打探情报的罪名，执行鞭刑后送了回来，请问如何处置？有点意思。陈凡眼睛微微眯起，上次冯奇亚大陆赔付他的50亿枚鬼石，他没收，就放在了冯奇亚大陆，时不时派人过去清点鬼石数量的同时，打探冯奇亚大陆情报，一直相安无事。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他的人在干什么，也无人敢动他的人。但此次突然试探，是发生了什么？冯奇亚大陆想主动开战，先治伤，然后谴责对面的做法，让对方给一个说法出来，并明确告知一炷香后不给樊玉一个说法，樊玉便会给冯奇亚大陆一个说法，每隔一炷香给一个说法，直到冯奇亚大陆给出说法为止。传音符对面明显愣了一下，但还是沉声道：收到，狱主。在挂断传音符后，陈凡才突然笑了起来，抬头望向面前这2根已经充能完毕的通天柱，这下有可以试爆的地方了，顺便还可以试试通天柱的巡航能力，一举两得。冯奇亚大陆，此时冯奇亚大陆之主，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正坐在王座上，面色阴沉地敲击着扶手，像是在等待什么信息一样。周围一众臣子无一人妄动，整个宫殿内显得极其压抑，寂静无声。冯奇亚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只差最后一个隐藏天道赐福，和1枚大陆核心便可完成晋升。隐藏天道赐福还好说，但大陆核心他们完全不知该如何获得。最后经过智囊阁的商量，觉得既然名为大陆核心，那肯定是一座大陆凝聚的核心，理所当然应该彻底摧毁或占领一座大陆，方可获得。说白了就是要开战。不过既然要开战，那就肯定要找一个软柿子，周围都是些底蕴未知但极强的老牌2级大陆。想来想去，最后只能将目标定为樊玉，一个刚晋升至2级大陆的新兴势力。虽然智囊团评价下来略强于自己，但现在想要晋升至3级大陆，那就不得不打了。就在这时，一个身穿黑袍的男人快速走进大殿，单膝跪地，沉声道：樊玉回应了，樊玉谴责了我们的做法，并让我们给出说法。一封书信被快速递上来，冯奇亚大陆之主在看完这封信后，紧皱的眉头突然缓缓舒展了开来，脸上浮现出了久违的笑容，将书信拿在手中，望向下方一众臣子，笑着道：都传阅看看吧，文绉绉的读起来很有意思。樊玉终于露怯了，按照往日行事作风，不是应该派出一艘装载着天道炮的非洲前来轰一炮吗？现在却是要我们一炷香内给出一个合理解释。都下去准备准备吧，战前准备。片刻后，大殿内一个侍卫汇报道：圣上，我们距离新大陆最近的一座载具工坊，此时已经生产出了数十艘非洲，每艘非洲上都安装了1门20级天道炮，随时可起飞。智囊阁早已制定好了作战计划，闪电袭击樊玉新大陆，在樊玉未反应过来之前，以最快速度占领摧毁新大陆，以获得大陆核心，并将大陆核心带回冯奇亚大陆。圣主，相关粮草兵马早已暗中调动完毕。圣上，下方的臣子脸上也是洋溢着笑容。这些日子樊玉的威慑压着所有人心里都憋着一口气，今日终于畅快了一回。好，听着下方一众臣子的汇报，坐在王座上的老者也是颇
颇为畅快地捋着胡须。那就等一炷香。樊玉不是说若逾期未达，当以一言相告吗？此言过后，每过一炷香，樊玉便添一言。我等就静坐在这里，看看那樊玉一炷香后能给个什么言。甚好，甚好！大殿内顿时一片笑声，显得其乐融融。与此同时，冯七雅大陆边缘地带，一个暗阁成员沉默许久后，才将一封书信递了过去。另外几人，樊玉谴责了冯七雅大陆的做法，希望冯七雅大陆给出一个说法，并无开战的打算。闻言，众人皆陷入了沉默。狱主不是一直找一个开战的理由吗？怎么会这样？男人也沉默了下来。他是樊玉暗阁第一批老成员，他知道狱主一贯的强硬作风。或许现在的樊玉需要的是发展，不是战争。狱主要操心的事情有很多，不仅仅是冯七雅大陆。随后，他望向一旁缓缓燃尽的一炷香，从怀里掏出传音符。一炷香过了，冯七雅大陆没有给出任何说法。我先回禀狱主，让狱主决断。就在这时，原本被油灯点亮、有些昏暗的帐篷内，突然变得极其亮堂，有刺眼强光顺着帐篷缝隙涌进帐篷内。紧接着，光线越来越亮，帐篷内也越来越亮。三人先是一愣，随后下意识冲出帐篷，抬头望向空中，只见远处海面上一根散发着炽热强光的通天柱，正以极快的速度朝冯七雅大陆击射而来。速度极快，其携带的恐怖威力，哪怕只是惊鸿一瞥，也能清晰感觉到灵魂深处所传来的那种恐惧。等等，这个脸庞棱角分明的男人僵在原地，身子控制不住的浑身颤抖。我好像知道，狱主说一炷香内冯七雅大陆不给说法，就给冯七雅大陆一个说法。这句话里的说法是什么了？而这道携带着恐怖威力的炽热光柱所散发的光芒照在海岸线上，将整个海岸线照得无比通亮。轰轰轰，伴随着炮鸣声，无数道猩红光柱从冯七雅大陆地面轰向高空。这是冯七雅大陆的防空炮群，企图拦下这道突如其来的袭击。然而，这道光柱的速度太快了，这些猩红光柱根本来不及拦截，便被远远甩至身后，直至这道炽热光柱一路深入冯七雅大陆，落在一处深山里，哪怕距离数百公里，也能清晰地看见大量火光冲入高空。紧接着是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升起，数息后，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天边传来，地面都在隐隐震动。没有人知道这道攻击是从哪来的，但所有人又都知道这道攻击是从哪来的。驻扎在冯七雅大陆的樊玉暗阁族长，此时正满脸震撼地望向远处高空那朵蘑菇云，并手持匕首，眼里闪烁着警惕，望向不远处看守鬼石的士兵，看起来是要开战了。他还没收到具体命令，不能轻举妄动，一旦收到正式开战的命令，或者是自由还击的命令，便是到了他们出手的时候了。而对面的那些士兵，冯七雅大陆派下来负责看守51枚鬼石的那批士兵，此时也有些茫然地望向远处那朵蘑菇云。这是天道炮？不对，他们根本没见非洲使过。那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攻击手段？为何是他们从未看见的？开战了！冯七雅大陆核心处，一道急促的声音从殿外响起，打破了殿内谈笑风生的气息。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面色焦急地冲了进来，如此慌张，成何体统？正坐在王座上的老者此时面色微微有些不满，有什么消息呈上来便是，天塌下来也有我顶着，急什么？说什么事儿？距离樊玉驻扎大陆区域278公里的深山载具工坊，在刚才遭到不明势力的打击，2座9级载具工坊被毁，刚生产出来的非洲尽数被毁，那些已经安置了20级天道炮的非洲也尽数被毁，驻扎在该工坊的数万余人全部蒸发，方圆近100里，沦为废墟。话音落下，大殿内顿时一片鸦雀无声，变得极其寂静，空气冰冷的像是能滴出来水来。冯七雅大陆之主坐在王座上，面色渐渐难看起来，双手不自觉地握紧扶手。他此时自然已经知道给他们一个说法是什么意思了，是什么攻击手段可以跨越如此之远的距离，轰到他的秘密载具工坊。通天柱？不对，通天柱没有这么远的攻击范围。天道炮？也不对，没有非洲深入腹地。根据情报，是一道速度极快的炽热光柱，散发出强烈的光芒，比白昼都亮。布防在岸边的防空炮根本没有起到作用。那是什么？他不知道，但他知道是来自于樊玉的威慑，对自己军事火力的展示，以及对情报能力的展示。这座载具工坊是秘密打造的，为了就是在不被任何人所知晓的情况下，打造大批非洲对新大陆发起突袭。这樊玉又是怎么知道的？如此隐秘的情报，是樊玉那几个人就能探测到的。大殿内所有人都有些坐立不安。樊玉既然知道他们的秘密载具工坊，那说不定也知道他们这里的位置。万一同样手段给他们这里来一发，那他们就可以宣告全部升天了。别急，哪怕发生了如此之大的事。冯七雅大陆之主眼睛紧闭，沉默了许久后才睁开眼睛，沙哑道：樊玉驻扎在海边充当眼睛的那几个人，不可能收集到如此隐秘的情报，更何况我们这些日子有意无意的对那些人泄露了不少假情报，那边应该正在核查才对。这个信息肯定是从其他地方泄露的，可能是一种来自高空的侦测手段，也可能是对传音符的一种窃听，又或是其他。从现在开始，尽量进入陌生状态，使用传音符时少透露重要情报，对一些暴露在天地间的建筑进行隐蔽处理，并且快速整理一门传讯专用的暗语，对樊玉求和，看看樊玉什么态度。如果樊玉非要打，不给我们一丝喘气的机会。呼，老者轻呼了一口气后，浑浊的瞳孔中闪过一丝残忍。
那就打，和樊玉拼了！老子倒要看看樊玉是不是真的那么难打。是，台下一众臣子纷纷响应，随后快速退去。在所有臣子都退去后，老者才突然软了下来，靠在王座上，眼里闪过一丝无助。当着一众臣子面，他不能显得太软弱，但真要彻底打起来，结果是什么？真的不可知。至少樊玉这种手段，他就从未见过。还不错，樊玉。陈凡略微满意的听着耳边的汇报，刚才发射的是一根1级通天柱，威力他觉得很不错，最主要的是射程范围极远，可以跨海域打击到敌人。现在该试试这根20级的了，看看通天柱的满级效果会不会附加上去。如果会附加上去的话，那威力会变得更大。就在这时，狱主冯奇雅大陆来信。待会儿，陈凡摆了摆手，止住身旁人的汇报，随后才大手一挥，那枚矗立在无名山后方的20级通天柱缓缓拔地而起，并且快速升空，直至没入1万多公里的高空中，随后才朝冯奇雅大陆的方向击射而去。这回轨迹不一样，上一根的发射轨迹是低空发射，能让冯奇雅大陆清晰的看见发射轨迹，而这次是升入高空，然后在抵达目标区域的时候，从高空以俯冲角度直直冲下，2发不一样的通天柱，试试效果，大概汇总下关键信息。那边求和，愿给予战争赔偿。可以，允了。陈凡咂巴了下嘴，笑了起来，再加一句，就算在收到这封书信之前，1炷香时间又过了，马上就要抵达冯奇雅大陆了，请那边做好接收准备，免得误伤。挺好。他刚想准备试爆，冯奇雅大陆就跳了出来，给了他一个完美的试爆目标，一切发展的就像提前计划好一样，马上就能知道2根通天柱有没有差距了。不过他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按理来讲，冯奇雅大陆如今最重要的应该是早日晋升3级大陆才对，为什么还会主动挑衅他们？晋升3级大陆的任务和挑衅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吧？难道是什么隐藏天道赐福，或者是某个建筑需要挑衅他们？这个得看看能不能抽到相关消息。另外一边，这樊玉他妈是什么意思？坐在王座上的冯奇雅大陆之主终于忍不住的怒骂了起来，但还没等他骂出口，一道急报再次传来：西部大型粮仓被毁，里面所储备的粮食和相关种子，供整个大陆的人生活10年，刚才遭到不明攻击，死亡人近万人。知道了。冯奇雅大陆之主有些疲惫的沉默了许久后，无力道：再次给樊玉发起一阵求和信，并且派人去慰问樊玉驻扎人员，给予看望和赔偿，并且让智囊阁的人尽快分析出这种攻击手段如何抵御，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拥有。再吩咐下去，短时间内和樊玉以和为贵，不要招惹樊玉。竟然是一座粮仓吗？站在江北防线上的陈凡有些感慨的抬头望向前方海域，战争真是亏本啊！他一个携带了核弹头的20级通天柱，需要大概5亿枚鬼石的消耗，竟然仅只是轰没了一座粮仓。不过从这一次从实验也见识到了20级核弹头的威力。而与此同时，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消失许久的魏魏正趴在玄武天柱距离地面2万公里的平台上，抬头望向头顶什么都没有的一片虚无，又偏头望向自己身旁那2头巨大的鳄鱼，灯笼大小的眼睛里散发着茫然，像是在说：真的可以吗？他真的可以吗？魏魏旁边那头体型较大的雄性鳄鱼此时一本正经地瓮声道：你要相信你自己，你可是万里挑一的吞天鳄，天生具有破阵天赋。这个所谓的什么陨落天穹听起来很牛逼的样子，但只要是阵都归魏魏你管。樊玉不是准备用天道炮轰开这个陨落天穹吗？你这个时候要是能率先破开这个，那就是一大功了。快，爹已经给你算好良辰吉日了，就是现在，现在一找下去必能破阵。光宗耀祖时刻就在此时。听着老爹的一番长篇大论，魏魏有些不确定的偏头望向一旁体型较小的鳄鱼，也就是他妈妈。只见这头鳄鱼颇为人性化的点了点头，听你爹的。魏魏低吼了一声后，才张开血盆大嘴深吸一口气，腹部微微鼓起，整个人宛如原地弹射一般，瞬间击射在空中，重重一爪拍向什么都没有的空气中。就在这一爪即将落下时，空中浮现出了结界，由无数个七边形组成的天地结界，覆盖了方圆数千米。啪！魏魏低吼着全力一爪拍了上去。然而以往无不利的破阵手段，在这一刻仿佛失效了一般。以前无论是什么阵法，在魏魏面前都是一爪破之，如今这个陨落天穹结界却仅微微一颤，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魏魏摔在地上，有些失落的呜咽了一声，显然想要靠他拍碎这个陨落天穹有些不现实，振作一点啊！身旁那个体型较大的鳄鱼有些恨铁不成钢道：你好歹也是樊玉兽阁之主，樊玉高层之一，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遇到点难题就放弃了？昔日狱主用天道炮轰向结界所造成的效果不也是微微一颤吗？已经很可以了，你这一招相当于帮樊玉省了数亿枚鬼石，来继续，几十次数百次之后，说不定就可以了。魏魏闻言又重新振作起来，眼里散发着亮光，抬头盯着空中那缓缓消散的天地结界。就这样，在这个距离地面2万公里的凸起平台上，一条鳄鱼不断弹射跃在空中，用自己粗壮鳄爪拍向结界，而在旁边是2条不断鼓励加油打气的鳄鱼，3条鳄鱼再次显得极其热闹。狱主，魏魏那边暂时还没什么进展传来。陈凡如许久前的雨季那般一样，在城墙上搭了一把摇椅，晃晃悠悠地坐在摇椅上，翻阅着手里的书籍，听着身旁王奎的汇报，有一搭没一搭的随意点着头。他没阻拦魏魏，毕竟魏魏身为吞天鳄，天生具有破阵天赋，或许可以有奇迹发生。只是现在看来，不着急，不用过多关注。陈凡低头望向手里这本画本，有些漫不经心的随意道：如今他得到的信息，魏魏一巴掌可以使得陨落天穹微微发颤，和他一发天道炮的威力差不多，刚好可以让魏魏试试陨落天穹的结界基底。
制，比如这个结界是有一个承受伤害上限，且不会恢复，那魏魏只要消耗的时间足够多，总能破开这个结界。但如果这个结界会自我修复，必须在短时间内突破一个临界值，那就是消耗时间再多也没有意义的。具体哪种机制，他暂且不了解，但等魏魏一段时间后，就可以得出答案了。明白。站在一旁的王奎应了下来后，又再次汇报道：樊玉第一届春考即将开始了，共9门学科，选出9个榜首。第一届春考举办地点就在江北樊城，于3日后正式开始。已经有很多学子赶往樊城，并且这些日还有陆陆续续的学子赶往樊城。陈凡点了点头，轻声道：樊玉春考是选拔人才的大事，决定着樊玉的中层根基，必须重视。第一届的9个榜首要让其位居高位，除了榜首，那些名次靠前的人也要给一个不错的岗位，提高春考的地位，让所有人都清楚，只要参加春考并取得一定的名次，便有一个足够广阔的未来等着他们去大展拳脚。明白。随后陈凡才伸了个懒腰，有些慵懒地从摇椅上起身，来到无名山，准备朝1号洞穴走去。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心中感到一阵异动，抬头望去，便看见头顶有祥云在凝聚，一道由无数金色光点组成的瀑布正缓缓将他笼罩进去。下一刻，他看见灵魂深处浮现了一则面板：樊玉完成2级大陆隐藏天道赐福之一，文化诞生。文化诞生，有一部文学作品或音乐作品诞生于民间，并流传整个大陆，被一定人所知晓。讲黑暗科技原点星号150亿枚鬼石。陈凡微微愣在原地，这倒纯属意外之喜了。得益于私塾的普及，一些文人写的话本在民间流传，这也让永业大陆开启了新的文化新时代。而且他压根不知道2级大陆的隐藏天道赐福是什么，这完全就是无意间完成的。几日后，永业大陆上的所有人都在关注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樊玉的第一届春考。告示牌下，一众人讨论着滔滔不绝，各有各的想法。而乔装打扮的陈凡在瘸猴的陪同下，站在人群外围，单手拄着手杖，眼里带着笑意望向眼前这一幕。少爷。站在陈凡身后的瘸猴低声道：目前来看，百姓对这次樊玉春考热情还是挺高涨的，应该能筛到不少人才。陈凡轻点了下头，没有多说什么。人才储备是必要的，不过在永业大陆，在筹备第一届樊玉春考之际，一艘非洲正在毫无边际的海洋上空缓缓飞行。非洲甲板上，一个身穿樊玉商阁制服的男人此时正面色凝重地望向手里的鬼皮地图。身为商阁州长，承担对外探索的任务，但此时他却遇到一场危机。所在非洲芥子市内鬼石储备充足的情况下，非洲速度突然骤降，直至降至一动不动。他第一时间便尝试联系樊玉，但传音符无法使用，通讯被强制切断。毫无疑问，他被困在1000米高空中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实际存在的虚空沼泽里，无论是上升下降都无动于衷。此时留给他的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继续探索。就在众人商讨如何应对时，前方云雾渐渐散去，他看见了一座面积不算大的岛屿。走，寻吧，你负责留在非洲，我们在天黑前赶回来，你负责接应，若看见魂雷爆炸，立刻逃离。周长深吸了一口气后，下令非洲降落在这座岛屿上，并快速绘制着手里的鬼皮地图上，标注了一个点，示意这里有一座未知岛屿，这样哪怕他死了，等樊玉其他人来到这里捡到他的鬼皮地图后，也可补上这一片海域的未知缺口。他不知道这座岛屿里有什么，但显然非洲在下降至这座岛屿时可以正常下降了，没有那种被阻拦的感觉。很快，非洲落在岛屿边缘，随后从非洲上走下来的4人，面色警惕地乘舰使队形朝海岛中央逼去。注意警戒！走在最前方的中年男人从怀里掏出一柄袖珍火炮，走进一片枯萎气息的丛林。为首的中年男人抬头望向头顶那至少有40-50米的枯树，没有树叶，正值黄昏，那一根根光秃秃的树枝看起来宛如张牙舞爪的幽魂一般。男人呼吸渐渐急促起来，跟在身旁的3人也无一人讲话，面色都有些紧张。这是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在樊玉的记载里根本就没见过这种地方，一切都得靠他们自己。走在最前面的州长将火炮拎在手里，不断巡视着四周，地上没有一片落叶，也没有落叶腐朽的迹象，这意味着这片丛林很有可能一直保持着这种腐朽衰败的姿态。安静，极其安静，没有鸟鸣声，没有蟋蟀叫声，没有爬行动物划过泥土的声音，也没有野兽乱窜的声音，除了他们几人的脚步，几乎听不见任何一道其他声音。不知是不是错觉，又或是紧张所导致，他总感觉自己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声音也越来越大，如雷声砰砰响起，近乎震耳欲聋，神经也在这一刻紧绷到了极点。下一刻，一道近乎不可察觉的异动在几人左侧响起，但在如此寂静的情况下，这点异动几乎瞬间惊醒几人。轰！几乎同一时间，4人齐齐转身，动作干脆利落地掏出手炮轰向左侧，猩红光弹射出，泥土被翻起，附近的几棵枯树也轰然倒地。谁？周长嘴唇微微发颤的低吼道。一发手炮就需要消耗500枚鬼石，但此时也无人在意这个消耗，无人回应。在确定没有动静后，几人才小心翼翼地朝左侧移动而去。除了看见几个被轰出来的弹坑后，并无异动，就仿佛他们产生了幻听一样。带队的州长没有放下警惕，这肯定不是幻觉。不知不觉，天色变得更暗了，永夜马上降临了。糟糕的是，这已经超过了他们预定返回非洲的时间。不知为何，时间流速感觉快了许多。这个时候肯定回不去了，需要原地驻扎。原地驻扎！州长面色警惕地下令道。身后一个手下闻言，下意识摸向身后，那里有用绳索所捆着的鬼火。但当他手摸到后背时，突然面色大变，声音开始发颤。
州长，随身携带的3级鬼火不见了。说罢，州长面色瞬间难看起来，大步走到这个手下身后。此时背后哪还有被捆起来的鬼火，只有被切断随风飘荡的绳索。下一刻，其中一个男人精神彻底崩溃，满脸恐惧，高吼着朝丛林外快速狂奔而去，想要在天黑前逃回非洲。回来，州长有些焦急地低吼着。然而，此时这个男人已经失去理智，充耳不闻的埋头狂奔，还发出一股夹杂着哭腔的吼叫声。州长也没再阻拦，只是面色难看的低头快速思索着。阁主曾经说过，越是这种情况越不能急。阁主当年能2次穿过雷雨海域，他就也能从这里活着出去。首先，他原本计划是在天黑前赶回非洲，但不知不觉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此时就算朝海边狂奔，都赶不回去了。如果不是时间流速被加快了，那就是某种生物或者说鬼物影响了他们的认知，让他们不知不觉度过了黄昏。再加上那么重的一个鬼火从手下后背上消失，手下竟然没有任何反应，更可以证明一点，所以左侧一开始的动静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其真实目光是夺走他们的鬼火。为何要夺鬼火？因为天要黑了，但能轻易割断10级缆绳的鬼物会惧怕鬼火，江北荒原上稍微强一点的鬼物都可以冲击鬼火，雨季里更是几乎只要是个鬼物都敢冲击鬼火。那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2个可能，要不是一个实力极强大的鬼物有某种恶趣味，准备慢慢在永夜里折磨死他们，让他们死在极致漆黑中，要不就是这个鬼物攻击性极强，但防御性极弱，且无法靠近被点亮的鬼火。如果是前者，他们认了；如果是后者，那他们就还有一线生机。只是他看了眼身旁的2个手下，此时不能将他的推测讲给2人听。那个鬼物此时大概率就藏在暗中，直勾勾地盯着他们。他只能尽量安抚，望向周围快速暗下来的光线，尽可能的平静道：从现在开始，我们3个人背靠背吗？没有我的命令，不要轻举妄动，听我的。我会像狱主当初带着阁主离开江北雨季，和阁主当初带我穿过雷雨海域一样，带你们离开这里。他的视线紧紧望向丛林深处。既然老姚跑了，他在等老姚的魂雷响起。如果真如他所猜测的那样，这个鬼物防御力极弱，或许会直接被老姚的魂雷炸死。只是久久都没听见有爆炸声响起，难道那个鬼物没去追落单的老姚，又或是并没有第一时间杀死？魂雷只有在死亡后才可引爆，无法主动引爆。他其实不聪明，不算是个聪明人。最开始他是江北城野狼帮的，但此时他身为州长，他必须强迫自己想出一个办法来。就在这时，永夜袭来了，他看见浓郁的黑暗如往日一样从天边快速袭来，眨眼间便笼罩了整个岛屿。呼，他轻呼了一口气，缓缓闭上双眼。这是他第一次在没有鬼火的保护下站在永夜里，那种极致的漆黑，哪怕是闭上双眼所带来的压迫感也令他呼吸不由加快。他感受到了另外2人的后背紧贴着他，也在发颤。别慌，别慌，他像是催眠般的安慰着自己，并且紧紧握住手里的手炮，对黑暗中那个未知的鬼物做着侧写。一个孤独的鬼物无法离开岛屿，岛上没有任何生物，也没有人路过这里，极其无聊，不知存在了多久。这种情况下猛然看见有人类登岛，第一反应肯定不是杀死，而是慢慢玩弄，来打发无聊。而他要抓住的机会，就是对方不打算第一时间杀死他，想要玩弄他的机会。就在这时，一阵微风拂过，夹杂着一丝顽童的取笑声。脖颈先是一阵冰凉，随后才后知后觉地传来一阵刺痛，温润的血液缓缓流下，伤口不深，更像是满眼爱意但却是女鬼身的妻子对丈夫的抚摸，温柔且致命。男人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站在原地，双眼紧闭，像是入定了一般。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神经如此集中过，他甚至有空杂想，他曾认为自己在面对死亡时，或许也会恐惧会崩溃，但没想到他表现得如此镇定，他都有些佩服自己了。下一刻，再次一道微风拂过，这次是右手臂，衣服被撕裂的声音响起，或许是他表现得最镇定的缘故。黑暗中的这个鬼物并没有伤害其他2人，反而是一直盯着他。这次他在隐隐约约的笑声里听见一丝不满，就像是人类用水圈起了一只蚂蚁，想要看蚂蚁四处碰壁，结果蚂蚁却待在原地视若无睹，一动不动一般。那种高级生物面对低级生物并没有按照自己剧本去发展的那种不满。很快，微风再次拂过，这次有了破空声，他腹部多了一道皮肉绽开的伤口，这道伤口要重不少，鲜血开始控制不住的狂流不止。然而男人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只是嘴角因剧痛下意识抽了抽，甚至都没有从怀里掏出治疗伤势的祭坛水。在大自然界，有很多生物在被自己强大敌人所捕获时不会挣扎，像是在等死般任由啃食，所等的就是敌人所放松的那一刻，爆发出所有余力，瞬间逃跑。他此时便是如此。微风再次袭来，多次袭来，速度和频率都越来越快，然而他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从一开始的隐隐笑声，直到现在已经能嗅到一丝愤怒的意味了。显然这个鬼物并不满意他的猎物这个反应，终于不再是微风袭来，而是实体。他感受到了实体触感，几乎一瞬间，双眼紧闭的男人手臂快如闪电般猛地刺出，伸向前方握住了一个黏糊糊的东西，大脑没有任何思考，右手握着手炮对向前方，扣动扳机开火。
轰！爆炸声响起，他感觉到手里握着的东西突然软了下来，还有粘稠的液体溅射在他身上，来不及过多反应，再次扣动扳机，直至手里握着的东西彻底软下来。男人这才松开手，继续站在原地耐心等待着。数十息后，才从怀里掏出一个瓷瓶，将其中的祭坛水喝进肚子里。老大，你还好吗？身旁一个手下有些声音发颤的开口问道。虽然因为黑暗看不见发生了什么，但通过声音，他们能大概猜到发生了什么。还好，男人声音沙哑的缓缓道，继续警惕，黑暗里不一定只有这一只鬼物，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杀死了一头什么鬼物，但可以确定的是防御确实很弱，和他所猜测的一样，只要手炮正面命中，几乎可以一击毙命，而对方攻击力极强的同时，速度也是极快。极致的漆黑中，只有3人微弱的喘气声。不知过了多久，四周的黑暗如潮水退去般快速退去，取而代之的是远处缓缓升起的朝阳。下一刻，除了周长之外，剩余2人几乎是瞬间瘫痪在地。这是精神高度紧张了1个晚上后，彻底来到了极限的征兆。此时，这个为首的男人才看清楚在面前弹坑里的那个鬼物，像章鱼一样的存在，软绵绵的一滩，地面上散落着粘稠的液体，有数十根触手，旁边还跌落了数枚鬼石和一件他看不懂的异宝，是令牌状的。他快速将地面上的所有东西全都捡起来，快速收进怀里。令牌状的异宝往往价值不菲。与此同时，高空隐隐传来一道闷雷响声，紧接着，只见一场绿色大雨突然笼罩了整个荒岛。紧接着，那些不知枯萎了多少年的树木，在这绿油油的翠雨下，像是被灌溉了生命源泉一般，稀稀疏疏的快速长出大片大片绿叶。眨眼功夫，整个森林布满绿色气息。不仅仅如此，高空之上，这场翠雨在空中形成了一串文字，是他们看不懂的文字，但却能清晰看到其表达的意思。他曾经见过这种文字，那是永夜大陆晋升至2级大陆时所出现过。崎岖岛成功被占领，占领势力永夜大陆繁育，占领人永夜大陆繁育商阁17组州长张太平。男人呆呆地抬头望向眼前这一幕，还没等他来得及反应过来，便听见一阵地动山摇。只见一座高达数十米的石碑，宛如小山一般，在满是鹅卵石的海滩处从地底缓缓升起。耳边的手下也传来夹杂着喜悦的急促声：“老大，传音符恢复正常了，已联系上繁育，立刻汇报我们所经历的和当前坐标。”是永夜大陆。陈凡正站在樊城的城墙上，望向不远处荒原上那个拔地而起的巨大石碑，足足有数百米之高，碑名开辟榜，其上只有一行字，记录着岛屿名字、占领岛屿的势力和领队的州长。此时距离繁育第1届春考还有2日，他正留在樊城，大部分精力放在春考上。正忙碌时，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在不断闪烁，成功探索到第1座稀有岛屿，完成了探索世界第1步，将一枚天道石。紧接着，他便感觉到樊城外在地动山摇。当登上城墙时，便看见一座巨大的石碑拔地而起。身旁王奎已汇报完了消息，他已知道了缘由。昨夜，商阁一队外出探索人员发现了一座稀有岛屿，并成功占领，为繁育占领了第1座稀有岛屿，在位于新大陆 0.6万公里的地方，名为崎岖岛。狱主王奎又收到了新的消息，从怀里掏出一张牛皮纸，快速递了上来。这是商阁17州州长传回来的信息，在那座崎岖岛上也升起了一座石碑，这里是石碑上所刻录的信息。陈凡接过，低头望去，稀有岛屿崎岖岛，岛屿品级绿色，岛屿效果被繁育亲手埋葬在这座岛屿的所有生灵，在经过漫长时间后，都有较低可能重新复活，需保持尸首至少30%完整。该品类稀有岛屿只会在大雾天有概率显现，且只对10人以下开放。登陆岛屿并杀死驻岛鬼物，便可占领该岛屿。岛屿可转让、攻陷等。人生之路多崎岖，唯有自渡方成佛。他眼睛微微眯起，一座绿色品级的岛屿，绿色品级不算太高，放在异宝里已经跟不上繁育的发展了。但如果是一座稀有岛屿的话，这个品级就另说，至少这个效果他很喜欢。鬼皇95拥有复活自己手下的手段，这个手段他一直很羡慕，如今他也有了。哪怕概率较低，但只要有一定的概率，便意味着哪怕死后也拥有了希望。那些为繁育战死的人，在临死前也不会特别绝望，也会有希望有朝一日重返繁育。这是一座目的岛屿，也是繁育探索到的第1座稀有岛屿。天空响起闷雷，他抬头望去，一场范围极小，仅仅将他一人笼罩进去的金色大雨洒落了下来。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再次浮现出了一道信息：繁育完成2级大陆隐藏天道赐福之一，探索世界，探索世界，探索到任意一个稀有岛屿或特殊地形，将黑暗科技原点星号150亿枚鬼石。又一个隐藏天道赐福完成了。他原本是等春考结束之后去开辟陨落天穹来完成这个隐藏天道赐福的，没想到下面的人提前完成了这个隐藏天道赐福，又获得了一个黑暗科技原点。如今看来，应该是2级大陆的5个隐藏天道赐福，每个完成后都能获得一个黑暗科技原点。他已经有了2个黑暗科技原点，还未使用，可以升一升经济了。陈凡那先生不知何时缓缓凝聚在身旁，望向不远处那座数百米高的巨大石碑，恍惚道：“这是开辟榜，天地自然形成。当这座石碑形成，就意味着所属势力已经成功探索到了第1个稀有岛屿，算是正式迈向这个世界了。接下来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存在，希望你已做好了准备。”这段时间里，他一直默默观察着繁育的发展
状况，最大的感触就是快，太快了，几乎每时每刻梵域都在快速发展，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和他以前所在的那座大陆完全不同，没有任何死气沉沉的感觉，是一种哪怕生于黑暗中亦生机勃勃的感觉，是好事，但也不是好事。这种速度发挥再下去，迟早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存在，大战一触即发不可免。他害怕梵域战败，害怕看见永夜大陆重新生灵涂炭的那一天。陈凡没有讲话，只是默默地站在原地，望向下方的一切。无数百姓正拿着传音符将开辟榜上的信息传到永夜大陆各个角落。那个叫做张太平的梵域商阁17族的州长一夜成名，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名字，并且这个名字会永久被刻在这座开辟榜上，所携带的荣誉那更是无法估值。待张太平归来，他肯定会给予一笔钱财奖励，有荣誉，有名声，有权财，这就是商阁的魅力。只要你运气足够好，实力足够强，能探索到一座新大陆或新岛屿，就什么都有了。从原本的默默无名之辈，一夜之内名彻天下。一时间，他甚至听见了城内无数年轻人的喘气声，那是一种激动向往的喘气声。有什么吸引力比一夜成名对年轻人吸引力还大吗？有谁不想鲜花簇拥，人尽皆知？原本很多准备参考的年轻人心中都有所想加入的部门，但此时在经过这件事情，不少人都在开始琢磨着要不要加入商阁了。目前来看，要想建功立业，还是得去商阁啊。崎岖岛上的张太平已在返程路上，但路途遥远，短时间内还回不来。陈凡此时已回到无名山后方，独自一人坐在一棵大树的树杈上，望向手里的鬼皮地图，规划着梵域领土。目前梵域所占领的领土已经有永夜大陆、护翼大陆、新大陆这3座大陆，以及崎岖岛屿这4个地盘，相距都较远。就在这时，耳边里的传音符突然响起少秋的声音：“狱主。”梵域暗格捕捉到，在永夜大陆百姓中流传着一个对狱主你可能不利的信息，说你是傅氏母，是个屠夫昏君。目前传播范围主要在永夜大陆东部，传播范围不广，相关人员已控制起来，已经在审讯了。正独自一人坐在树杈上躲了个清静的陈凡眉头微微皱起。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黑历史，他也不例外。这都多少年前的事情，怎么会突然翻出来？而且他没弑父弑母，父是齐月亲手杀的，而弑母更是无稽之谈了。但这种事情不能解释，越描越黑，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突然冒出来，必有源头。就像这些流言蜚语，也必有背后人在操控。只是永夜大陆还在保护期，其他大陆的人不可能穿过雷雨海域，就算穿过雷雨海域，也在保护期内无法登陆。也就是说，传播谣言蜚语的人是永夜大陆上的自己人。有答案了，再来找我，明白？然而，意外这种事情不会一件一件的来，等你解决好了一件，再来一件，而是接踵而至，令人反应不过来。高空中再次传来一道闷雷炸响，紧接着，无数云朵在空中开始不断扭动，并形成一行字：永夜大陆已突破封锁，寻到一处稀有岛屿，保护解除。在看见这一幕后，他内心突然咯噔一下，涌出一阵不安感。果不其然，下一刻传音符里便响起新大陆那边传来的急促消息：狱主，雷雨海域彻底崩塌，所囚禁的大批鬼物溃散，鬼潮冲击的方向是永夜大陆，并未前往新大陆。陈凡面色凝重的远眺天边，隐隐间仿佛已经看见大量恶臭涌向海边。永夜大陆的保护期还有2年，这些鬼潮肯定无法影响到梵域。只是他没想到雷雨海域会突然碎裂，而且他都认为雷雨海域是一种囚禁了，没想到竟然真的是一种保护。对永夜大陆的保护，可为什么这么久以来他只看见永夜大陆有保护，其他大陆怎么没有这种保护？现在唯一庆幸的是，这些鬼潮暂时没有去新大陆。紧接着，一道道消息急促传来，基本都是雷雨海域突然碎裂的消息。他布置了大量哨岗，用于监视雷雨海域的动向。此时，大量哨岗正不断传来消息，直至夜深，永夜大陆已被大批鬼潮彻底围了起来。